我跟这个苹果杠上了，我现在里面有6颗，我每一颗都决定要开箱，到底有没有蜜？再来倒数一次，3、2、1，噔噔，有这颗哟，好开心哦！虽然只有一点点，但是可以了，满足了，开心，终于有了，耶！家里呢有这个以前去日本买的，我一直冰在冷冻，所以其实它应该是没有坏掉的鲍鱼，所以就来煮鲍鱼粥。然后我是一个韩式混成日式酱汁的那种煮法，但是我喜欢吃那种韩式的粥，就是比较浓稠一点点，然后最后会淋一点点的芝麻油。今天就来教大家做粥，然后我都会用锅子直接煮，煮到它很稠，然后我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水量比例，我都会看它，如果太干，我就再加一点点水，反正最后我就是会把它熬到很浓很稠的那种状态。然后呢，一定要用洋葱跟红萝卜爆香，然后爆香完了以后，也要把那个香菇放进去炒一下。然后香菇我已经提前泡好了，边。然后等一下香菇水我也是会留着煮粥。这个的话就是吃它细细碎碎的，所以我等一下决定用那个调理机打，因为我太懒得切了。先洗米。像这样子细细碎碎的就可以了。再来要把汤汁先倒出来。然后因为这个鲍鱼已经是熟的，所以我都会等要吃的时候再放下去。你如果先放的话，它就会硬掉，就是放进去煮的话。所以我们先切丁，这样等一下比较好入口。香菇的汤刚刚有说也是要留着哦。进去煮粥。食材都准备好了，香菇，然后这个最后再放鲍鱼丁，还有等一下哦，爆香的蔬菜，然后最后呢会放上韭菜末，到时候再切。现在教大家怎么爆香。顺便跟大家推销一下，为什么我都用铸铁锅，因为它可以直接一锅到底，就是你可以在这边爆香，然后爆香完直接炖煮。所以我就都用铸铁锅，而且这个很常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大，然后颜色又很漂亮，所以每次都是它出现在这。炒到这种水分剩下一点点的时候，就可以先放入香菇。然后因为香菇里面也有水分，所以也是要炒到它没有水分。然后我有一个让香菇很香的小秘诀，就是你在炒香菇的时候，先加一点酱油或者是盐都可以，这样子炒起来的香菇会比较香。现在看起来很不可口，可是等一下粥超好吃。
后呢，我会趁现在就是先尝一下味道。你如果觉得味道不够，你可以加一点点的盐、酱油都可以，就是让它的汤里面喝起来是鲜的。汤滚了以后，我就会把米放进去。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省火煮法，但是这个不是很标准，所以大家可以斟酌参考。我会等它整个大滚了以后盖上盖子，然后直接关火焖大概30分钟，然后再开盖慢慢的熬。对，这是我自己的方法，大家不一定要就是这样做，因为好像不是很正确的做法。现在整个大滚了，直接盖上盖子关火。现在桌上很混乱，趁着等待粥的时间，我来准备一些配菜。我很喜欢吃春水堂的招牌米血，然后我看过了那个做法以后，就把它记住。今天要来做一个招牌米血豆干当配菜，然后一个炒面肠，再来一个菜包呢，菜脯蛋。然后那个招牌米血，我有上网查，我看了他的做法，觉得很特别。他是买这种市售的茶，红茶，然后再加下去煮。但是我有做一点改良，因为我喜欢吃辣一点点，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看看我怎么做。我现在先来准备一些材料，面肠只需要用到姜跟葱，然后那个卤米血的话就需要比较多，葱姜蒜都要爆香，还有辣椒。所以我先切葱，然后这些葱绿留给面肠，然后菜脯蛋也需要一点点的葱，然后妈妈说要再加一点点蒜，所以我再加一点蒜。接着，米血里面一定要放辣椒。姜丝我就直接用买的，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切这么细的姜丝。姜丝，蒜头是可以整颗进去，但是我想要把它压成泥，这样比较不会看到那些料。我煮饭真的很随意，我都乱弄。爆香的部分都准备好了，现在要来切料。先来切面肠。面肠切好喽，现在要来切米血跟豆干。先切米血，这个米血真的很好吃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卖大条的，所以我就买小条的买多一点。然后我都要卤了，我就直接卤多一点点，可以冰在冰箱慢慢吃，或者是分朋友。米血切好了，来是豆干，剩下菜脯，切完我就可以开始煮了。这个菜脯的话，刚刚有先泡好水了，先切小丁。
蛋也先打好。然后蛋里面也要加一点酱油才会香。OK， 配料完成。对了，等一下呢，卤米血要用沙茶酱，然后我会把上面这层油全部都倒掉，这样才不会煮起来太油，因为我爆香已经会放油了。就这样。刚刚备料完，我要来看一下粥的状态。饭已经整个蓬起来了，现在就是开小火让它收汁，收到那样子稠稠的就可以了。要吃之前再把那个韭菜末撒进去就完成了，超简单的，就是爆香爆一爆，米丢进去这样而已。因为其他2道很快就炒好了，所以我们先来卤米血。卤米血大概要花15分钟，要用芝麻油，然后我们家从来都没有买过台湾的芝麻油，我一直都用韩国的，所以我就用韩国的来炒。然后芝麻油要小火低温的这样炒，所以我现在倒进去之后，等一下就可以直接爆香了。料倒进去，先炒香这些料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加入红茶。放入红茶以后呢，我们就要把沙茶加进去。然后因为我敢吃辣，所以我都会再加鹅油辣椒进去一起弄。我自己打的花生酱也是放进去一勺。热量炸弹，但是真的很好吃。等一下，等它整个滚了以后，要先试试看咸淡，如果太淡的话，再加酱油。非常甜。接下来就是把那些料都放进去，小火煮15分钟，让它入味就好咯。然后最后再撒一点点的9层塔就可以了。抖干。觉得上面有一点点没盖到，想要多加一点水，然后再补一点酱油。刚刚有加水，再试一下咸淡。等一下整个大滚了以后会转小火，然后让它煮15分钟就完成了。哦，不对，还要再加9层塔，最后再加9层塔，就这样。快煮好了就先加入9层塔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粥也快完成了，所以先放入韭菜。炒米肠呢，我都用茶油，它也是要低温这样爆香，所以等一下要记得火也不要开太大。用一般的油也可以啦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油这样炒起来比较香。然后刚刚忘记跟大家说，我喜欢吃辣，所以我也有加辣。开火，慢慢的爆香它们。
都做好了，现在要来装饰。先把粥淋一点点的芝麻油，撒点胡椒，芝麻，一小匙的鲍鱼。完成了，然后米血也是要装饰一下，来一点点九层塔，新鲜的，撒上我自己弄的花生碎，超豪华粥套餐完成了，给大家看一下鲍鱼粥。米血，那天去鼎泰丰剩下的烤麸、炒面肠，前几天弄的泡菜、菜脯蛋，开饭喽！我原本有一个水瓶，就是中国的无印良品限定，就是长这样子，白白净净的，很漂亮。然后因为台湾没有，所以我就找代购买。然后后来今天去逛无印的时候，其实我不是要去找这个，但就是发现台湾的无印也上了，然后我就带了一个小的，想说虽然我平常是用大的比较多啊，但是小的真的太可爱了，我就想说一起把它带回家。现在有一袋小。然后再来分享其他的东西，我也有其他的，就是玉子烧锅，但是我就想要找一个这样比较宽的，因为我这样子如果做饭卷，我就不用这样子横着用，因为我平常都是这样横着用。然后这个的颜色也很漂亮，它是白色的。重点是不会很贵，它才590块，我就觉得以锅子来讲，590块感觉是非常的 OK， 然后就买了。
这边有写长度是21.1公分乘以21.5公分，还不错，蛮喜欢的。银雪不沾玉纸烧锅，这边有写，我就买了这个，然后还在大创买了2个，就是它放上去说杯子不会移动的那种，因为我喜欢喝冰水，然后常常就放在桌上的时候，这边就积一滩水，我想说买这个水就不会到桌上，这样子比较好，因为我平常旁边都放电脑嘛，就感觉很危险，所以就也买了2个杯垫，然后还有这个，因为我前几天录饮料的时候，然后就发现说我好像没有透明的大支的吸管，然后我今天去看到80块，我也顺便买了。我在生活工坊买的，这样，这里有写哦，80块，就顺便买了一支这样子喝波霸的吸管。然后还带了一个星巴克很可爱的杯子，真的是很受不了自己，整天一直乱花钱。这里，它是那种感觉有那种蜂蜜流下来的那种感觉，超可爱的，就把它带回家了。就这样，买了这些东西。上礼拜说要来煮炸酱面，然后我要弄一个豪华版的炸酱面，因为以前我们那个语言学校的门口就有一间非常有名的炸酱面店，然后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料，像是什么马铃薯啊、杏鲍菇啊，然后肉都是切那种很大块的丁状，所以我今天就要来做一个豪华版的炸酱面。然后这个春酱我是在虾皮上面买的，先来切小南瓜，都切大块大块的丁状，肉也是一样的大小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一样的大小。杏鲍菇也是切那样子大块大块的。高丽菜切好，先洗一下。再来是葱花，然后因为葱花要爆那个葱油，所以呢，我就要另外放。葱多放一点，比较香。再来是地瓜跟马铃薯，我会切好以后先泡水，它比较不会变色。最后来切洋葱，我是觉得说他写洋葱可以一起放进去炒，但是我还是想要先爆香完葱油，然后直接爆香洋葱，所以我洋葱还是会另外放。放进去的菜都准备好了，这里有小南瓜、杏鲍菇，然后马铃薯、地瓜、高丽菜、爆香用的葱跟洋葱，然后我现在要来切肉，
肉也是一定要有的。肉的话，我是用梅花肉，然后你们可以选择用绞肉，我是用就是切整块的，跟食材的那个丁是一样大小的。肉呢也切好了，像这样一大块一大块的。然后现在要先来炒这个春酱。春酱呢，一定要先用油炒过才会香，所以油要用蛮多的。但是你等一下炒好以后，那些油可以不用放进去，没有关系。然后我看白师傅他是先用油，然后直接放入春酱，再开火。我决定要用这个方法。现在要来爆香那些料，所以我直接用刚刚爆香那个春酱的那个油进来爆香。因为地瓜跟马铃薯比较难熟，所以我先放入它们，然后它们快熟的时候，我再放入其他的蔬菜。然后我先把春酱搅进去。现在还剩下杏鲍菇跟象南瓜还没有放，然后还有高丽菜，所以我等一下先让它们马铃薯跟地瓜软了，再来放这些东西，然后勾芡就完成咯。等一下要勾芡的太白粉加水，比例我随便用我也不知道，大概就是2匙的太白粉加一些水这样子。然后来弄一下装饰的小黄瓜丝，不吃小黄瓜的不要放也没关系，就是装饰而已。小黄瓜丝也处理好了。刚刚有尝了一下味道，我觉得不够甜，所以我要再加一点糖。然后加点煎鱼粉，让它更香。然后我看一下马铃薯软了没？软透了以后，就加入刚刚切好的蔬菜，比较容易熟的。高丽菜，料比酱还多。现在已经滚了，然后把它转小火，先拿来勾芡。先把我刚刚调好的那个芡汁弄匀。
可以来煮面了。面的话，你可以用油面，然后我直接用这种拉面。朋友来我们家玩，给我带一个草莓罐罐蛋糕，现在来吃。它上面有一个很像泡芙的东西耶。我比较好奇这一层会不会脆脆的，是饼干碎，所以脆脆的，好吃。